如果说你只是想要有名有钱，有太多选择了，或是你想要复制经典，我会觉得你在拖垮这个地方。但他们可能不追求顶尖，那怎么卖来走？你可能1支2万，1支2万毛起来接，那我接5支是不是就10万？所以到底剪接师干不干？我现在觉得那自作孽而已。得了金钟奖以后，我到现在又过了10几年，我还是买不起房子啊。今天很开心呢，我们邀请到了金马金钟的剪辑师高明胜，我们就欢迎他。大家好，我是那个剪接师高明胜。澄清一下，我是得过金钟奖，入围金马奖还没得到。对对。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新的一个人，那你认为他要什么样的方式会比较容易拿到案子，或者是拓展人脉之类的？假设不是加入一个公司的情况下，当然你一开始基本的人脉要有，你学校认识的人也好，你公司认识人的也好，再来就是说你要善于用网络去行销自己。我一直以来就是都有在用网络去宣传、行销自己的专业能力，在没有前辈带领或者说牵着你的状况下，真的只能想尽各种方式。对，那我的方法就是说，我是一个蛮刻苦进修的人，对，我蛮自律的，我常常就是会有很多学习的笔记，对，然后后来觉得学习的笔记写下来，我跟你讲，最后一个结果就是弄丢而已啊。对，真的只会弄丢而已。然后有时候丢久了你就忘了。对。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说，我想要保存笔记的方式就是把它 po 到 FB 上面。OK。对，然后就用这个方式慢慢的去宣传自己，然后让更多人认识我。然后后来挺有成效的，还因为这样还写了一本书这样子。所以我可以理解，你是因为这样的优势跟特色让别人找到你吗？我觉得是吧？刚有提到嘛，就是你很愿意分享，然后你也把很多你过去整理的东西去网络上去做分享嘛。对，是因为这个契机才让你想要出书吗？还是第一本书是一个学长，他跟出版社推荐我就说学长，那不然我们一起写。OK。我就说其实我觉得编剧跟剪接蛮像的，所以是跟一个编剧一起写。对。我说为什么呢？然后就好像勾动了他的那个想法。我说因为你是不是要全部写完定稿了才能够拍片？我说剪接也要全部定剪了才能够做后期啊。所以其实我们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啊。编剧为前置期定调，剪接为后置期定调。对，那我们或许可以来聊编剧跟剪接的异同，就出版了那个《编剧与剪辑：电影的2次创作》这本书。所以后来刚有说你就是做了第2本书嘛，可以帮我介绍第2本书的？第2本书叫《剪故事》嘛，剪故事对，就是刚刚讲的是我的那个文集的统合。我觉得我学的东西在台湾是冷门的，例如说很努力的去研究喜剧的原理，很努力的去研究恐怖片的拍摄手法，是冷门而且被认为是低下的，所以我有这个必要把它写得很高大上。我才不会是那个翻垃圾的人，你懂吗？我是在寻宝的人。对。然后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当我尝试这样的做法的时候，我会是一个异类。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在干嘛，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自己有写心中有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听起来很 bullshit， 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把它取名叫糖醋排骨理论。但其实糖醋排骨是不是糖醋排骨都没关系啦。我是说，你如果到一个没有糖醋排骨的地方做糖醋排骨，一定没有人敢吃，因为你很奇怪，所以你要教所有的人糖醋排骨有多好吃，甚至所有的人都会做糖醋排骨，但是你是那个最会做糖醋排骨的，你生意就会很好。OK。然后后来就开始就有出版社联络我嘛，就是说你写那么多东西，有没有想要出书啊？然后我就说，其实我早就想出了，只是一直没有时间整理。就疫情的时候嘛，比较有时间，就一口气花了大约3个月的时间，写了17万字。这么多字啊！因为其实我已经有14年份的文稿嘛。OK。对啊我记得有1000篇文章，1000篇文章整理成现在差不多400页左右。最初分了好像8类吧，还10类，然后最后一直精简变成4类这样子。对。所以就把它变成4大个主轴的故事。对，然后就是片子里面的4个章节。对，我记得就是书里面有提到一个叫做逐格研究。对，
那因为我根本不懂这个字，这4个字每个字我都知道意思啊，这4个字凑在一起我就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字我觉得没什么意义，没什么意义。这个词也不是我取的，这不是你取的，这是我第一次教课那个课程单位的人帮我取的。因为我以前跟我好朋友一起研究，我们就说，礼拜天要不要研究一下？他说好啊，来研究啊，然后我们就一直研究。莫非是客情？对啊，就陈克勤。然后后来就是有人要请我去讲课，然后教这一套，我就说教你如何研究电影。他说这个卖不出去，他说可不可以有一个名字？我说就研究有什么好取名字？然后后来他就说，那不然你们是一格一格分析，那就叫逐格研究好。哦，确实叫装逼的一个做法。对。然后那个到底是怎样呢？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在做电影的一个逆向工程。就是我们看着片子，然后我们去猜测它的每一个决定是怎么做的。对，例如说这个画面为什么被墙壁是蓝色的，一定有它的原因。然后我们要逼自己去想出一个逻辑出来。然后这一个剪接点为什么刚好剪在他眨眼睛眨下去的时候，而不是张开眼睛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原因。然后我们一个画面我们会逼自己至少要找出2个问题以上，就是你要提出2个问题。我2个，他2个就4个了嘛。然后有的时候大家嗨起来，就可能一个画面就可以讨论10题，然后就去回答这10题，然后之后再往下推。那通常一场戏大概1分多钟，可以讨论1整天。对，需要1整天的时间，甚至可以写出一篇5000字的报告。对，是很完整的。常常我们会遇到一个疑问是说，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推敲出来的，那创作者是不是这样想的？后来我发现，你管他怎么想，你自己有自己的逻辑就好了。你重点是在这个逆向工程的过程中去推导出自己的逻辑出来。甚至后来有机会去遇到原创的人。真的假的？对啊，就台港之间其实还蛮容易。例如可以帮我分享是你们那时候推敲什么片，然后遇到了。就是因为我们研究那个一部片叫《春娇与志明》嘛。我超喜欢的。第1集很好看嘛。然后我狂徒的剪接指导就是剪《春娇与志明》的剪接师啊。对啊。然后我就问他，他就说：“对啊，我就是这样想的。”他还记得那么久以前的片的想法。对啊，对我来说，那个就很像是，好像武侠小说啦。就是说你去一个那个2个剑圣对打的一个山洞里面，你光看那个墙壁上的痕迹，就跟地上的脚印，你就可以推导出他们的对打的过程。大概是这样，就是一个逆向工程。OK。对，然后重点在于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这个方法里面是观众已经知道答案。你看完片都知道怎么好看嘛，你看完片都知道那个为什么会哭嘛，对，所以我们已经有答案了，然后我们有看到他怎么拍的，那中间那个逻辑其实很容易就推导出来。好，那例如说主角伤心难过的时候，就会发现，怎么刚好每次他伤心难过的时候，镜头都是拍他比较阴暗的那一面啊，因为看起来阴暗，看起来比较痛苦啊。然后主角当他想通了，抬起头来，刚好他就脸就面对光了。那他看起来就比较有朝气，就其实就这么简单。所以它可以最后变成一个 guideline 吗？专业的说法，把这个逻辑称作为镜头语言，或所谓的电影语言。因为语言就是说它是一个沟通的体系。而且它是共同的。对，就是说，当你看到这个人头低低的，放着悲伤的音乐，你基本上就期待他想哭了，他心情不好了，这就是一个语言。而且它不是人类这种不同文化的语言符号，它是那个更加的直观的。逐格研究就是在解析镜头语言，对，然后你就知道怎么去运用这些东西，如何去把 A 技巧、B 技巧、C 技巧合在一起。对，那还有没有哪一部片是你讨论非常的认真，而且是觉得非常很有感触的呢？有一支片做特别久，那不代表它特别好，只是当年我们对那个比较有热情。那部片叫做那个《火线救援》（Man on Fire）。对，在当年算是一个独具风格的动作电影。为什么会这部片花这么多时间在讨论？因为它看起来像乱拍的啊。对啊，可是却又很好看啊。乱拍却又好看，镜头就是晃啊，一直注意。那不像《恶夜丛林》吗？就有点像杰森·鲍威那种。OK。对，然后动不动就突然间闪光。对，但那个时候他们用底片漏光的技巧，然后让光是突然间亮起来。然后你就发现它亮起来的时候，都是放在主角很紧张的时候。对，类似这样。所以你就抓到一个原理。对。假设有观众，他未来可能听到今天这个节目，他觉得
可能很有感触，他非常想要成为一个剪辑师，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吗？就会先给他一个想法是，你有没有别的选择啦？靠北。对啊，这个梦想并不会带给你任何实质上的回馈，因为电影的结局永远是在最高潮的时候结束。但是我得了金钟奖以后，我到现在又过了10几年了，我还是买不起房子啊。你做了破亿的片子，不代表你有破亿的收入。对，你得到了金马奖，不代表你得到了一台金跑车。对，那种都是虚名，你知道吗？突然觉得，那这个行业到底是不是我们这个台湾这边的一个主流政府倡导的行业？显然不是嘛。我会鼓励要进来这个行业的人，都是真的，我觉得他适合的人，就是要有一个拓荒的野心，披荆斩棘的想法。如果你是很喜欢台湾电影进来，我会觉得你有事嘛？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台湾电影没有很好啊，应该要认为现在是不好，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东西拉起来变成好嘛。如果你安于现状，或是你想要复制经典，你想要去做那个你喜欢的导演做过的事情，我会觉得你在拖垮这个地方，你没有想要推动它的意思。我只是为了梦想而已，我还是说我想变得跟谁一样有名，还是说我觉得我做了我就可以变得跟谁一样？我就觉得你最好不要跟他一样，你真的要有超越他的决心，我才会鼓励你进来做。对。那如果说你只是想要有名有钱，那有太多选择了，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让你快速拿到名气跟钱的地方。对啊，那你很容易拿不到，你就放弃，那你就浪费了好几年。又或者是说你进来就拼命的去做很多片子，那你拿到了钱跟名，可是片子一点都不好看。我觉得更多是这样。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有观众是连这个入门都不知道，比如说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剪辑，对，不知道怎么剪辑师该要做的一些具备的能力，去应征就好了，去上班就好了，然后去找一些网络教学视频就好了，很好学的。OK， 我觉得剪接跟写字一样啊，你会写字不代表你会写文章，你会写文章不代表你会是个畅销作家。那如果你连字都不会写，就说你想要变作家，我看不起你，就你到底为什么？对对对。那他有相关的学校是专门在教剪辑的吗？勉强啊，就是那种大传科系啊、大众传播科系都会教到，对，但教的不多，你不如自己去网络上找视频来学就好了。所以你是说，其实即便不是相关科系的人，对，他今天念了不同的科系，然后他也可以从网络上去获得相关的资源在。对，学校能给你的并不是那些最肤浅的技术，学校能给你的都是一个长久的美学陶养。我常常会跟有这个问题的学生回答说，我问他说，你是不做这个行业会死掉的人吗？我说这个行业的顶尖人士都是不做会死的人，不是真的会 kilky， 而是真的他会变行尸走肉。哦，好，对，就是所有这个行业的顶尖人士，他们都是无时无刻都在想这件事情。他们不是因为他有钱有名他才会做电影，他是因为他不做电影会死，他才刚好花更多时间在这个东西上面，然后琢磨，然后才刚好得到了名声跟利益。这么热血，像疯子一样。所以如果你不是不做会死的，我都会觉得要跟你竞争的都是不做就会死的人。你说疯子跟疯子的竞争？对啊，我认识的所有厉害的导演，他们白天做片子，晚上看片子，有空的时候读小说。那你们到底怎么平衡这个生活呢？所以就是工作即生活，进修即生活。就是因为我们在做片子都是在输出，那我们要去累积很多东西，那我们就平时就要进修，就要输入。那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喜欢看电影的人，那只是这个你的兴趣变得对你的工作有帮助，只是这样子而已。我后来会遇到很多学生问我说，例如说老师，那个我想做恐怖片，我说哦，那你喜欢哪部恐怖片？他说可是我不看恐怖片。我说啥小啦，就好像你想学爵士乐，你没听过爵士乐，那你会的是什么？那到底为的是什么？我问你们会的是什么？这种年轻人很多，现在很多，就是在我读书的年代，2000年嘛，90年代台湾电影是很萧条的。你是抱持着一个我要把台湾电影做得更好的心态来做的。但或许是这几年这几代人干得还不错，然后真的有人喜欢看台湾电影，
我就发现会有一种他们会想说我要做的跟你一样好，我说没有，你们是要来推翻我们，没有这样的心情做不好的。但他们可能不追求顶尖啊，都卖来走了。现在的电影的票房，那个 OTT 的剧就只有第一名可以拿大部分的收益，落差这么大、对啊。好，既然讲到落差，那我们来聊聊，可以帮我们透露一下大概剪辑师的范畴？我们知道讲范畴，比如说菜鸟跟有名或老鸟之类，大概的落差会是到多少？其实很复杂。公司领薪水大概就是5到7万之间，就是台湾的受薪阶级大概就是这样。初阶呢？初阶就看现在最低时薪是多少啊？我说真的啊，就这样。那他从28000到你刚刚讲的6、7万，大概会多久？可能也要个7、8年吧。这么久？10年吧。10年？通常到5万就差7、8年吧。到5万7、8年？台湾各行各业都这样啊，你是大都位啊，台湾没安呢？不是啊，我真的有点吓到。这个地方薪水就是这样，不是这个行业，台湾大部分都是这样。所以这工程师啊、律师、医师除外啦，其他大部分不都这样？接案子的话，就是说菜鸟接一个案子可能就是2万起跳，2万的案子大概1个礼拜到1个礼拜就做完，所以如果你4个礼拜都接，你就是8万块，那也很可观啊。但是大家都觉得这样很好，对不对？那我说很复杂，为什么？你就已经不是受薪阶级，那个东西叫你的营业额，不叫你的收入，对，所以你那些东西还要扣掉你的支出才会是你的收入，是对。那支出可多了，你买个硬碟要钱，你买个印表机要钱，换个墨水要钱，你必须还有你找个会计师帮你记账也要钱，你还要帮自己缴劳健保，这些全部都要扣掉，然后大家就会可能1支2万1支2万毛起来接，那我接5支是不是就10万？然后但是他们又忽略了我刚刚讲的那个案子跟案子有可能不小心就重叠了，所以到底剪接师干不干？我以前觉得很干，然后有一阵子很恨，可我现在觉得那自作孽而已。对啊，就是你自己接案，你自己压榨你自己啊，你就是地狱里面的阎罗王，就一直惩罚自己。你贪心的话，你就会这样。对啊，所以接案子就是这样。至少你日子不会耗在那里。OK， 对，一分工作一分时间嘛。不过你刚刚讲的很完整，因为其实这可能是我们录到现在有来宾跟我们讲这么完整，因为从产业结构包含了接案跟正职各种层面的剖析，谢谢你的分享，所以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的去按赞留言，然后订阅我们频道，然后分享出去。那花了 Fuck Life， 看我面对人生抉择时的勇气。那我们就下期见，拜拜。我们有在我们的人生IG 粉丝团，然后询问了观众想要问阿胜老师的一些问题。那第一个就是说，当剪辑师容易认识朋友吗？剪接师容易认识朋友，什么问题啊？看不起剪接师哦？为什么不能认识朋友？好，回答完了。他可能会觉得你很宅吧？那又怎样？也有宅男朋友啊。OK， 宅男也有朋友啊，奇怪嘞，宅男朋友都在网络上而已啊，那也是朋友啊。那第二个问题是，对于剪辑师来说 ，A 片的剪辑需要着重哪些重点？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立场可以讲，因为我没有剪过 A 片。你说你没有剪过 A 片，还是没有剪过 A 片？哦，这不只是 A 片，就是你剪情欲的场景，你剪我们叫 sex scene， 就是那种就上床啊、接吻啊、拥抱啦，这种爱情片一定会有的东西。我们着重要还原的是观众在现实生活中做爱的体验。对，那你去想当你跟人家接吻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东西？对方的眼睛、对方的表情之类的。靠那么近的时候，模糊的。对啊，你要用视觉去还原做爱，拥抱或接吻。你所要还原的感受是用视觉去还原他身体的感受。你们去看就是说他们在表演的时候，不只是 A 片啦，情欲戏、格雷50道阴影那种都一样，他们特别会有一个那个下巴抬起来的那个动作，在有感觉的时候，可是现实生活没有人做爱那么做的啦。对啊，他用这个表演跟这个动作所要呈现的是，当你的快感从性器官涌上来的时候，你听到过？所以那个用那样身体的律动来表演，对，然后更多的时候画面应该是不要太有焦的，模模糊糊的，因为当你在性高潮的时候，你根本看不清楚东西。对，然后画面甚至可以不用太平稳。
年轻人都在看短片，就是不知道阿胜老师是怎么看待这类影片，就是未来会不会有短片类型的电影出现？可我觉得那个有毒为什么有毒？不是坏的毒，就是你一看就停不下来。对啊，浪费生命就是哇，看好可怕、生命时光屋就那个演算法太可怕了。你哪个东西多看1秒钟，它就多推给你这种东西，然后一看就2个小时，2个小时就少睡2个小时，我很容易哇塞，这样。你就这样变长片嘞？就跟老婆一起看啊，就是各种一直滑在床上这样子，对啊，然后所以它是这样子的东西嘛，就拿来抒压挺好的。未来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短片电影哦？短片就不用像电影啊，导演不用像剪接师，剪接师不用变导演嘛，短片就短片，就短视频就短视频 ，YouTube 就 YouTube， 电影就是电影，它可以一起分开发展。嗨，我是小欧，你的人生好伙伴。